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。有些故事，有些真相，就像是沉入万米深海的宝藏，被无尽的黑暗和冰冷的海水包裹着，似乎注定要与世隔绝。但作为一名记录者，或者说一个不甘心的打捞人，我的工作就是潜入这片深海，哪怕只能带回一块碎片，也要让它重见天日。时间这东西，有时候快得像一阵风，有时候又慢得像一个世纪。1000多个日夜过去了，大家还记得3年前那个让人心碎的春天吗？2022年3月21日，东航 MU5735 航班，那架波音737客机像一颗流星，决绝地坠落在广西梧州的山林里。132个鲜活的生命，132个本该有说有笑，奔赴各自人生站点的普通人，就在那一天，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。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未来，瞬间化为了泡影。从那天起，100多个家庭就陷入了漫长的无声的煎熬。他们等待一个解释，一个能告慰逝者的说法。这就像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雨，淅淅沥沥地打在每个人的心上，冰冷又潮湿。空难调查报告，这东西就像是这场悲剧的终章。按理说，它必须得有，也应该公之于众，但有没有和让不让你知道，这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。3年了，朋友们，整整3年了。有些人的耐心，就像被海浪反复冲刷的沙滩，终于被磨平了。于是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，向民航部门递交了一份申请，叫做信息公开申请。咱们得先说说这个信息公开，这可不是什么非分之想，而是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叫做公开为常态，不公开为例外。说白了，就是默认你应该告诉我，除非你有天大的理由不能说。结果呢，这2天，一份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像一片羽毛，轻飘飘的，却又沉甸甸的落在了大家面前。我看着那份文件，上面的每一个字都那么工整，那么标准，但组合在一起，却像是在打太极，柔中带刚，把你所有的力气都化解于无形。答复书的核心意思翻译过来就是，我们经过研究，觉得这个事儿吧，要是公开了，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。这8个字，朋友们，这8个字就像一座大山，瞬间就压了过来。它像一个巨大的终止符，告诉你到此为止，别再问了。但你仔细品品，这里面其实藏着巨大的信息量。你想啊，什么叫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？如果事故原因是飞机设计有缺陷，或者某个零件出了问题，甚至是天气这种不可抗力，那叫客观原因。公开这些，只会让未来的飞行更安全，让大家更安心，怎么会动摇国本呢？所以当他们把这8个字摆出来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在用一种极其委婉，甚至可以说是心照不宣的方式告诉你，问题可能不出在那些物的身上。这就像一场猜谜游戏，谜底已经写在了谜面上，就看你懂不懂这套语言体系了。这种读懂潜台词的能力，咱们现在叫媒介修养，说白了，就是听话得听音儿。当然，领导们还是非常体贴的，很照顾大家的情绪。你看看，就在今年，也就是事发2周年的纪念日，民航部门还特意发布了一份声明，说将根据调查进展情况及时发布相关信息。这话听着多暖心啊，像是在说别急，我们在努力，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。可到了3周年，一切静悄悄，这份暖心的话语就显得有些苍白了。有人不死心，想再追问一下进展，得到的就是这份答复书。这让我想起纪晓岚给小太监讲的那个经典故事。话说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刚开了个头，一摆手，下面没有了。就是这种感觉，戛然而止，让你所有的期待都悬在半空中，上不去也下不来。那份答复书的末尾还特别贴心的留了联系电话，还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服这个决定，可以去起诉。但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更像是一种流程上的礼貌。
既然调子已经定下来了，这通电话打过去又能改变什么呢？难道要去质问人家为什么这么决定吗？那不就是不理解领导的一片苦心，不懂得顾大局了吗？哀顾大局，这又是一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词，它要求我们把个人的悲欢、个体的诉求都暂时放到一边，去理解那个为了大家好而做出的决定。可有时候我们忍不住会想，这个大家好里面真的包含了那100多个已经无法发声的逝者和他们仍在哭泣的家人吗？他们的痛，他们的疑问，就这样被轻轻地盖了过去，真的就是为了大家好吗？有些事情也许真的只能永沉海底，但作为记录者，我们不能停止打捞，哪怕我们打捞上来的只是一份看似什么都没说的答复书，它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最深刻、最真实的注脚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